大家好，我是卢振邦，欢迎来到赤地讲堂的启蒙论坛。1848年问世的《共产党宣言》开篇首句说到，有一个幽灵在欧洲徘徊着，这幽灵就是共产主义。而这共产主义幽灵，后来由苏联带领到东亚，折腾了大半世纪后，至今仍仅存于中共严密统治的中国。回顾中共的兴起史，肇始于晚年苦寻出路中的孙文，实行以恶为师和联俄容共的政策，恰正充当了中国共产党的开路人，所以中共尊他为先行者。这是国共历史的第一部曲。紧接着在老蒋年代，中共反崇为主，基本扳倒但未完全终结国民党，而小蒋则能在台湾坚持三不的反攻路线，至死不渝。两蒋时代因此建构了国共第二部曲。之后，国共历史进入了第三部曲阶段。先是中共的改革开放展现了些许新象，李登辉奏出国统纲领，反共的曲调开始变得暧昧。继而连战在大选挫败，转赴对岸中国，鼓吹两岸双赢，国共开始隔海唱和。而自马英九执政，一中意识抬头，中台全面交流获得相当的落实。然事到如今，在野3届总统任期后的国民党，在郑丽文新晋充当主席之下，又会扮演怎样的角色？这可由他的相关论述说起。郑主席反对赖总统主张所谓的中台互不隶属，以及坚持台湾主权的立场，他却要深化中台同属一中的主调。换言之，他要翻转抗中保台的路线。殊不知，这恰和中共的话语显得同轨合拍，其危险在其所导致的可能后果，大概将是以下结果：第一，现今世界上之一中等同中华人民共和国，别无他则，一中各表或各表一中不再含糊。期间中共或许会有过度的妥协做法，但最终必然要完全展现它的主体性，台湾必须臣服。第二，认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代表中台所有的矛盾全属内政，从而令国际尤其美国无从置喙，遑论对台提供任何资源。第三，由香港最近经验更逐之预判，台湾若与中共以任何方式结合之后，台湾的主权和民主体制必将被根本折损，无以为继。台湾人民也必须告别人权、法治等已高度享有的基本普世价值。以上演变，无论铺陈了多少华丽动人的说辞，难道不就是一种投降主义的进行方程式？然而，如此这般的投降心态之所以存在，不外乎因为对中共的认知欠缺深度了解，不知悉它其实并非如此强大，而其外强中干、色厉内荏的程度确实远超表象所示。时间未必对台湾不利，台湾不必自陷中共的圈套，因而台湾人民绝对不容许被国民党拖累，走向他和中共最后的终结三部曲，从而彻底扬弃国共两党纠缠不清的宿命，